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俗語有話，無聲狗咬死人，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嗰個表面上睇起嚟人畜無害，平時唔聲嘅人，到底喺背後盤算緊啲乜嘢。今日嘅案件講到，當一名女子同一名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嘅男子成為咗同屋主之後，佢點都估唔到自己最終會成為對方嘅手下亡魂。本案嘅主角叫做 Maribel， 佢生於1976年，係一位墨西哥移民。佢為人善良、積極向上，對未來有好大嘅抱負。2000年，佢加入咗軍隊，仲曾經被調遣到伊拉克執行任務，並於2008年光榮退役。退役之後， Maribel 喺加州嘅橙園道租咗一棟兩房嘅公寓，並同媽媽一齊搬咗入去。與此同時， Maribel 亦都報讀咗 CSUF 嘅刑事司法學士課程，並希望畢業之後可以成為一位警察。遺憾嘅係 Maribel 嘅媽媽喺1年之後因病過身，而佢亦都冇辦法獨自一個人負擔咁貴嘅屋租，所以唯有喺網上邊發佈租房嘅廣告，搵同屋主一齊分擔。冇幾耐之後，一個叫做 KC 嘅男子回覆咗佢嘅廣告：我係韓國人，單身，係一位專業人士。我有一隻10磅嘅 Yorkshire， 我唔食煙，只會喺社交場合度飲酒，亦都好愛乾淨。我嘅性格隨和，好容易就同大家打成一片。之後 Maribel 約咗 KC 嚟到公寓見面。Maribel 嘅妹妹 Lucy 亦都喺現場。KC 係一位年過50嘅中年大叔，佢冇結過婚，亦都冇小朋友。佢表示自己嚟自 Tennessee， 喺橙園度工作。不過佢最近啱啱被公司裁員，佢已經喺度揾緊工噶啦。雖然佢目前冇收入，不過佢嘅銀行戶口仲有積蓄，並保證佢一定會準時交租噶。經過討論之後， Maribel 同妹妹都認為 KC 成熟穩重，所以就決定將間房租俾佢。經過咗幾個月嘅相處之後， Maribel 發現 KC 經常沉默寡言，平時亦都好少出街，睇起嚟好孤獨。於是善良嘅 Maribel 就經常邀請 KC 一齊參加朋友嘅聚會，亦都介紹咗自己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俾佢認識。就係咁樣， KC 慢慢變得開朗，多咗嘢講。佢仲將 Maribel 當咗係自己最好嘅朋友。直到2013年嘅夏天，兩個人嘅關係出現咗變化。有一日， KC 鼓起勇氣同 Maribel 表白。雖然佢哋嘅年齡相差咗20歲，不過KC 好中意同 Maribel 相處嘅感覺，並希望可以同佢組織一個家庭。但係 Maribel 當時已經有咗男朋友，而佢一直以嚟都只係當 KC 係朋友，並冇任何愛慕之情，所以佢就禮貌咁拒絕咗 KC。當時 KC 好嬲，佢甚至仲打咗個電話俾 Maribel 嘅妹妹 Lucy， 希望佢可以幫手做說客，等 Maribel 接受佢。不過就被 Lucy 拒絕咗。Lucy 當時仲明確咁同 KC 講，佢同家姐嘅年齡差距太大，而佢亦都唔係家姐中意嘅類型。與此同時， Lucy 亦都勸家姐應該要認真考慮係咪要繼續同 KC 住喺同一屋檐下。於是 Maribel 決定要同 KC 三口六面講清楚，將自己心入邊嘅困擾話俾佢知。KC 表示自己對 Maribel 只係一時心動，佢仲想繼續同 Maribel 做朋友，並希望呢件事唔會影響到佢哋之間嘅友誼。聽到呢度之後， Maribel 亦都放下咗心頭大石。不過幾個禮拜之後， Maribel 就察覺到 KC 嘅行為開始變得越嚟越古怪。有一次 Maribel 無意中提到，如果 KC 有紋身嘅話，應該會好好睇。結果 KC 第2日就喺手臂度紋咗一個老虎嘅紋身。唔單止係咁， KC 仲買咗好多新衫，衣着打扮都偏向年輕人嘅風格。有一日 KC 成面都係繃帶咁返到公寓，當時 Maribel 以為佢係同其他人打交，所以受咗傷。萬萬估唔到 KC 竟然使咗12000美元做整容手術，目的只係為咗令自己睇起嚟更加後生。呢個時候 Maribel 覺得越嚟越不安，佢唔知道 KC 為咗討好自己仲可以去到幾盡。2013年4月21號， Maribel 提醒 KC 記得要交租。不過因為 KC 一直都冇揾到工，
加上佢啱啱先使咗一大筆錢去做整容手術，所以佢已經冇錢交租啦。於是 Maribel 就要求佢喺月尾搬走。呢個要求激嬲咗 Casey，佢仲威脅 Maribel 話要傷害佢。當時 Maribel 好驚，所以佢就打咗911報警電話。Hi, Orange Police. Okay, well,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have a roommate that should be leaving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We had a conversation today that he kind of freaked me out. I'm not feeling comfortable around him anymore. I'm feeling threatened. Because he sounded like he would hurt me. Like, it was weird. Why are you crying? Because I'm afraid. What? Your roommate? I'm not comfortable with him anymore. I'm just like calling so that you guys know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that I did it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defend myself. 第二日早晨，警方嚟到咗公寓了解情況。當時 Casey 仲同警方保證自己一定會喺月尾搬走。時間嚟到咗5月2號晚 ，Casey 依然喺公寓度賴死唔走。於是 Maribel 再次要求 Casey 搬走，之後佢哋就發生咗爭執。Casey 仲同佢講咗一啲好難聽嘅說話，跟住 Maribel 就打咗個電話俾男朋友 Paul。當時 Paul 仲喺電話度警告 Casey， 如果佢聽朝仲唔搬走嘅話，佢就會將佢啲個人物品全部抌晒。之後 Paul 仲因為擔心 Maribel 嘅安危，所以就提議 Maribel 今晚過嚟佢嘅屋企度過夜。不過 Maribel 認為情況仲可以控制，所以就拒絕咗 Paul 嘅好意。佢哋仲約好咗聽晚要同屋企人一齊打壘球。5月3號早晨 ，Casey send 咗一封短信俾 Maribel 嘅妹妹 Lucy， 話俾佢知 Maribel 尋晚成晚都冇返過屋企。佢仲因為咁而打咗911報警電話。Orange Police Dispatcher Rose. Oh, this is not an emergency, and I have a roommate. She's 36 years old, and she didn't come home last night. 當時 Lucy 並冇太在意。佢認為家姐應該係為咗避開 Casey， 所以先至冇返屋企。不過佢都係 send 咗一封短信俾 Maribel， 但係就冇得到回覆。佢當時冇為意，因為家姐喺星期5都會比較忙。直到夜晚，大家先意識到 Maribel 可能真係出咗事。當晚 Maribel 並冇出現喺壘球場。Lucy 打咗 Maribel 嘅電話，但係就一直冇人接聽。於是佢哋即刻嚟到咗 Maribel 嘅公寓度睇下。Maribel 架車仲泊咗喺出邊，但係就冇人出嚟應門。跟住 Lucy 又打咗 Casey 嘅電話，但係就一直冇人接聽。於是佢哋馬上報警。警方嚟到現場之後破門而入。Maribel 間房嘅燈仲着緊，床鋪亦都冇執好。Maribel 係一個好有條理嘅人，呢一點完全唔符合佢嘅性格。除此之外，公寓入邊並冇其他有用嘅線索。於是警方即刻發佈咗尋人啟事，各方媒體亦都喺度報道 Maribel 失蹤嘅事。之後警方 check 咗公寓管理處嘅 CCTV 影到 Maribel 喺5月2號，亦即係尋晚大約8點嘅時候嚟到咗辦公室交租，而呢次亦都係 Maribel 最後一次出現喺大家面前啦。作為可能係最後一個見到 Maribel 嘅人，警方決定揾 Casey 問話，但係就一直都冇辦法聯絡到佢。事實上 Casey 一直都匿喺自己架車度，用望遠鏡監視住警方喺公寓嘅一舉一動。大約1個鐘頭之後，佢先慢慢行向公寓，問警方到底發生咗乜嘢事。喺審訊室 Casey 承認自己喺前一晚因為租金嘅問題而同 Maribel 發生咗爭執。佢亦都有提到 Paul 警告佢今日就要搬走嘅事。大約9點，佢揸車出去兜風。當佢返嚟之後 Maribel 已經唔喺公寓啦。呢個時候，警方留意到佢嘅雙手有好多條新嘅傷痕。Casey 解釋話呢啲係佢喺釣魚嗰陣唔小心被魚線整親噶。雖然 Casey 睇起嚟好可疑，但係警方目前並冇證據證明佢同 Maribel 嘅失蹤有關，所以唯有將佢釋放。為咗盡快揾到 Maribel， 佢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喺當地展開咗搜索行動，亦都喺 Facebook 同埋 Yelp 上邊發佈咗尋人啟事，希望大家可以幫手留意。2013年5月13號，佢哋為 Maribel 舉行咗守夜活動，幫佢祈禱，希望佢可以平安歸來。詭異嘅係，不嬲都非常在乎 Maribel 嘅 Casey，
竟然冇參與搜索行動。雖然佢有出現喺守夜活動嘅現場，不過佢只係企喺遠遠嘅地方度望住大家，並冇參與其中。之後，Casey突然喺Yelp嘅尋人啟事底下留言：我係 Maribel 嘅同屋主，佢係我最好嘅朋友，亦都係我唯一嘅屋企人。佢係我遇過最好嘅女人，我哋曾經有過好多美好嘅時光。我好掛住佢，佢一直都知道我會為佢犧牲我自己。好快就有網友留意到Casey喺留言度使用咗過去式，並開始質疑：如果佢哋嘅感情真係咁好，點解 Maribel 要將佢趕走呢？面對網友嘅質疑，Casey留低咗另一段莫名其妙嘅留言，表示 Maribel 係佢嘅好朋友同埋屋企人，亦都係佢價值25萬美元嘅人壽保險受益人。如果 Casey 死咗，銀行入邊嘅錢將會全數歸 Maribel 所有，而 Maribel 本人亦都知道呢件事。呢啲奇怪嘅留言好快就引起咗警方嘅注意，於是佢哋決定重點調查 Casey。背景調查顯示，Casey曾經因為醉酒駕駛同埋傷人罪而被告上法庭。另外，佢哋亦都喺 Casey 家姐嘅口中得知，佢係一個脾氣暴躁同埋暴力嘅人。佢哋之前因為遺產分配嘅問題而發生咗激烈嘅拗撬。當時家姐覺得 Casey 係一個非常危險嘅計時炸彈，佢非常擔心自己嘅安危，所以就同法庭申請咗人身保護令。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對 Casey 展開咗24小時嘅監視行動。佢哋好快就發現到 Casey 經常都會去到圖書館度借電腦上網，於是警方利用圖書館嘅內部遠端情報系統，實時監控 Casey 嘅電腦畫面。佢喺網上搜尋咗可疑嘅關鍵字，包括手機係咪需要開機先至可以被追蹤、失蹤者被揾翻嘅機率，同埋人體需要幾耐先會腐爛等。幾日之後，Casey 又嚟到咗圖書館上網。呢一次，佢見到 Maribel 嘅屋企人幫佢舉辦咗一場徒步活動，而地點就係喺 Peters Canyon。跟住Casey 搜尋咗呢個地址，並將畫面轉成衛星圖像。之後佢放大咗峽谷上邊嘅某一棵大樹，跟住就即刻刪除咗搜尋記錄。於是警方即刻派人去到峽谷嘅大樹附近度搜索。半個鐘頭之後，佢哋喺嗰度發現咗一具女性遺體。經過牙科記錄比對之後，證實咗死者就係 Maribel。不過由於遺體已經高度腐爛，所以法醫冇辦法確定 Maribel 嘅死因。2013年5月17號，當警方嚟到公寓想要逮捕 Casey 嘅時候，Casey 正喺度嘗試跳窗逃跑。不過佢最終都係被上咗手銬，並被帶返警局。喺審訊室，Casey 堅決否認自己殺咗 Maribel， 並要求要見律師。警方推斷 Casey 深深咁愛上咗 Maribel， 已經到咗無法自拔嘅地步。所以當 Maribel 多次要求佢搬走嘅時候，呢個舉動觸動咗 Casey 嘅神經。如果佢得唔到 Maribel， 咁其他人亦都唔可以得到佢。由於公寓入邊冇打鬥嘅跡象，警方認為 Casey 應該係偷襲咗 Maribel， 所以 Maribel 先至嚟唔切反抗。作案之後，Casey 就將 Maribel 嘅遺體抌咗喺峽谷附近。2014年7月，本案正式開審。Casey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辯方指出，法醫並冇辦法確定 Maribel 嘅死因，所以 Maribel 嘅身體可能有隱疾，亦都有可能係自殺身亡噶。而 Casey 只係喺發現遺體之後驚得滯，所以先至會選擇咁樣處理遺體。最終 Casey 被控2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15年至無期徒刑。Family wants me to apologize, which I cannot apologize for something I haven't done. I miss Maribel more than anyone. I think about it. I've been here about 440 days in the jail. Think about it almost every day. Maybe someday tree will come up. Maybe I'll just die inside the prison. 判刑之後，Casey 曾經多次提出重審嘅要求，不過都被法庭一一拒絕。Casey 喺獄中表示，自己打算寫一本名為《疑犯有罪直至證明無罪》嘅書，批評美國嘅司法系統，同時亦都再次強調佢自己係無辜㗎。